2018年，我带老婆女儿走318环线，自驾从格尔木前往可可西里。这段恐怖的自驾经历让我终身难忘。起因是女儿在小红书刷到个网红景点，特别想去。我一看也就100多公里路，反正今天日程宽松，就同意了。我们开到一处能看到雪山的湖滩，拍了几张照片。当我们返回的时候，发现一位藏民一直绕着我们车子转圈，还反复地拽门把手，似乎准备行窃。我及时喝止，倒不是心疼钱，而是害怕车被弄坏。一家人搁浅在这鸟不拉屎的地方，叫天天不应，叫地地不灵。藏民赶紧收手，估计是有点恼羞成怒。他用生硬的汉语嘟囔：“快滚！地盘是我的，不欢迎你们汉人来。”我也懒得跟他计较，坐上车就准备走。谁知藏民一屁股坐到引擎盖上：“钱，给钱，不给钱，不许走。”我想骂他2句，被老婆制止了。他从钱包里掏出一张毛爷爷递给对方，藏民收了钞票，仍然没有让路。我发现他一双眼睛死死盯着我女儿，那目光让人瘆得慌。他忽然问我：“你女儿的生日是不是4月4日？”我吓了一跳，因为我女儿的生日确实是4月4日。我不知道这个藏民是如何得知的。这藏民打扮也有点奇怪，他脖子上居然挂着一条黑哈达，我还从来没见过黑色的。我的气头一下上来了：“你有完没完？不滚开，撞死你！”我猛踩了2脚油门吓唬他，藏民只好让开。我们上了路，继续出发。我们开了大概几公里，忽然砰的一声，车子剧烈摆动起来，险些侧翻。我使劲握住方向盘，最后成功靠边停了下来。下车检查，发现右前轮爆胎了，于是取出备胎准备更换。虽说换胎步骤我大概记得，但实际操作起来就是另一回事了。光是这千斤顶就花了不少功夫，就算把车支起来，轮胎又卸不下来，气得我骂了好几句脏话。这时，一辆皮卡车经过，车上坐着3个穿红色工衣的石油工人。他们看到我们车辆抛锚，便停下来询问是否需要帮助。我松了一口气，石油工人经常和重型机械打交道，想必换胎对他们来说也是小事一桩。3人立即行动起来，咔咔几下就把前轮胎拧掉了。可他们仔细一看，却发现了更严重的问题：你们刚才顶的地方不对，现在汽车就算换了备胎也不能跑了，会出危险的。我一听就郁闷了，这附近可是无人区，最近的镇子也要100来公里，这可咋办？工人们想了个办法，他说他们的宿舍就在附近，可以把车拖过去修，那里有工具，有饮料，有方便面，总比在这挨冻强。我觉得这个办法可行，3个朴实的工人大哥，总比那些鸡贼的藏民靠谱。所谓的宿舍不过是一栋建在荒原上的白房子，周围什么都没有。工人们给我们提了2壶热水，又拿出泡面、火腿肠，我给他们付了200块钱。我们聊起天来，我问工人大哥，为什么这一片的藏民系黑哈达？他们说，西藏解放的时候，这片藏民闹得最凶，结果遭到几个部族和解放军的联合镇压，差点就被连窝端了。从那以后，这一片的藏民就把自己和其他部族隔绝开来，哈达也染成黑色的。他们的信仰最原始也最狂热，而且特别热衷于制作邪法器，就是人皮鼓舞、灵骨念珠什么的。经常有游客失踪，
你们的车胎恐怕就是被那个藏民扎坏的，幸好你们及时发现跑了，否则后果不堪设想啊！我回想起那个阴森的藏民，还有他盯着我女儿的眼神，我就不禁一阵后怕。工人们给我们腾了一间宿舍过夜，因为周围什么东西都没有，再加上手机信号也不好，我们很早就睡了。第二天早上大概6点左右，天还没亮，我迷迷糊糊从床上爬起来，发现女儿的那张床空空如也，顿时下精神了。女儿的床在房间最里面，我们睡得也不是很死，所以她不可能被绑架，只有可能是自己出去了。我们立即询问3名工人大哥是否见过女儿，他们摇了摇头。我们一直在1楼吃饭，没见那姑娘下来啊。整个宿舍就巴掌大点地方，我们很快翻了个底朝天，可仍然没有发现女儿的踪迹。我越来越焦虑，昨天那个藏民时不时出现在脑海里，我忍不住怀疑是他把女儿拐走了。我想出门去寻找，被工人大哥拦了下来，他们说附近流沙很多，贸然出去很危险。我急了，那我不是更该去吗？万一我女儿掉进流沙里怎么办？这时，外面驶来另一辆皮卡车，上下来1名工人和6名游客，看上去应该是个拼车旅游团。我好奇就问他们是怎么来的，他们说自己乘坐的车爆胎了，幸好有工人大哥救助。来这喝点热水，我愣了一下，又是爆胎，这么巧？4名工人眼神有点不对劲，他们从怀里掏出手枪，冲天放了一枪，啪！都给老子趴地上，双手举起来放在头顶上，聪明点，别他妈找死！我这才意识到自己着了道，看来轮胎根本就不是藏民扎坏的，是这4个工人搞的鬼。他们恐怕是流窜在这一带的强盗，占据了这间宿舍，捡了几件工服瞒天过海。对方有枪，我们不敢反抗，只能乖乖趴在地上束手就擒。你们要钱吗？我可以给你们，只要你们把女儿还给我，我绝对不会报警。兄弟，我真不知道你女儿的下落，但我可以负责任地告诉你，就算她活埋到流沙里，也比你的下场好。我们被赶上皮卡车，向雪山驶去。在路的尽头有一个藏族村子，和其他藏族喜好白色的建筑风格不同。这个村子的建筑全部是用黑曜石混合着粘土建成的，就连屋外的经幡也全都是黑色的，让人心里发颤。车子在村外停了下来，我们被驱赶着向村内走去。村民们不约而同地从屋里走出，看我们，那目光仿佛在看一群牲口。我注意到村民们的手上、额头上、脖子处都有大块大块粉嫩的伤痕。刚开始我以为是烧伤，可烧伤的痕迹不可能如此规整，他们的伤口都是四四方方的。很快我就知道这些伤口是怎么一回事了。村中央的广场正在举行仪式，3名妙龄少女走上前，她们虔诚地跪在村长面前，脱下自己的衣服，露出光滑健康的皮肤。首领走上前，他拿出锋利的骨刀刺入第1名少女胸口，我差点以为少女就要被他杀死。只见一个首领模样的人用刀在少女胸口划了一个4边形，然后整齐地把少女身上最光滑的一块皮肤剥了下来，最后用纱布把药膏裹在伤口处。整个过程既血腥又残忍，但少女既没有反抗，也没有尖叫，而是任凭首领剥皮，直到疼晕过去。这些热乎乎、血淋淋的皮肤，随后就被送进一间漆黑色的寺庙。这场景实在触目惊心，有的人忍不住了，
趴在地上吐了起来。我的心猛然揪了一下。如果这些村民对自己人都如此残忍，那么女儿落到他们手里又会是什么下场？我们被赶到一间小房子里，首领来了，他身上穿着一件马甲，由一块块肤色深浅不一的人皮缝制成的马甲。4名工人向首领恭敬行礼。请问般若活佛在吗？活佛正在冥想，明天把那几个人直接丢进警场就行。工人们明显有点失望，他们把我们关了起来，丢下几个冷土豆和2个粪桶，就锁上铁门走了。我们这些被关起来的囚犯，过了好久才开始聊天。一个看起来挺漂亮的女生主动说：“咱们互相认识下吧。”我叫白宇，旅游主播。我脑子里想的全是女儿的事，根本没有闲聊的心情。我姓周，我和老婆都是老师，她教化学，我教物理。白宇尴尬地笑了笑，他安慰我：“您别太担心，孩子往往比父母想象的更坚强。我相信您女儿一定还活着。”白宇的话给了我很大安慰。我开始谋划要怎么从这里逃出去。第2天一早，工人们把我们从地上拽起来，然后往山上赶。我们个个提心吊胆，不知道自己即将面对什么样的命运。我们被赶到一个山坡上，中间立着一个5米多高的三角形吊塔，中间吊着一根钻头，钻头的最下端是一个转盘，以及2头牦牛。旁边用彩条布盖着几根钢管。我看了一会儿，马上认出这是什么东西，这是一台小型石油钻井机。这些藏民大费周章把我们抓到这里来，居然是为了让我们帮他们挖石油。工人们拔出手枪，都他妈好好干活，谁要是敢偷懒，老子就给他一枪。我忍不住问道：“既然是挖石油，何苦抓我们？花点钱雇几个民工不好吗？”少废话！我简直郁闷得要死，只好和老婆一起抬油管、起钻机、赶牦牛，干了半天就累得腰酸背痛。1天下来才往下钻了2米。一个男人抱怨道：“我记得油井要几千米深呢，只靠人拉牛钻的话，干到死也干不完啊。”那倒不一定，石油的深度是根据地层还有裂缝决定的。有些地层出路较浅，往下挖个10几米就出油了。男人一听大喜：“真的吗？那是不是挖出石油，他们就能放咱们走了？”我摇了摇头，这帮藏民抓我们，肯定不止打油井这么简单，他们肯定有别的目的。我唯一可以确认的是，他们绝对不会让任何一个人活着离开这座村子。那件各种肤色的人皮马甲就是最好的证据。第2天的伙食稍微好了一些，藏民们给了我们1桶粥，是用牦牛奶、青稞和一些豆子熬成的。虽然味道不敢恭维，但至少是热的。我向藏民求情，女人们在牢房里当着男人的面上厕所，实在难为情，能不能行个方便，让他们到村里上旱厕？藏民最后同意了，但必须有人监督。我让老婆出去，尽量往高的地方走，记住村里的出入口，然后回来画地图。老婆超强的记忆力派上了用场，画个地图对她来说太简单了。我很快搞清楚了村子的大概位置，一共3个出入口，牢房的位置在西南方。只要打开牢门往南跑，就可以钻进一片灌木丛。晚上跑成功概率很高，剩下的问题就是如何撬开牢门。虽然我不会撬锁，但动动嘴皮子的本事还是有的。监督我们的4个工人里有个领头的，姓徐，甘肃口音，外号老徐头。我干活故意表现得很卖力，赢得了老徐头的好感。休息的时候，我走到老徐头旁边，
问他要纸烟。老徐头给我扔了一根，我们就此攀谈起来。徐老哥，这些藏民能给你多少钱？我看他们就知道种地养牛，整个村子的 GDP 恐怕都没我1年工资高。你要是能放我出去找女儿，你就是我们一家的救命恩人。我不但不会告发你，还会想尽办法感谢你。老徐头闷头抽烟，兄弟，不是我不放你，而是进了这个村子，你就出不去了。怎么可能呢？村子里就100来号人，你们有枪啊，怎么可能怕这些藏民？跟你说了，你也不懂，这个村子邪门得很。我觉得老徐头就是不敢得罪藏民，于是我不断增加价码，老徐头终于同意了。他说晚上他关牢门的时候会故意失误，让我们找个机会逃走。我大喜过望，赶紧把这个消息告诉大家。我们把午餐和晚餐的土豆还有青稞饼全部留了下来，以备逃亡路上食用。到了晚上，老徐头在藏民首领的监督下关上牢门，临走时丢给我一个眼神。我拔了一下门锁，发现锁舌部分被老徐头事先涂了胶水，轻轻一拔就能拉开。我们赶紧逃了出去。村子几乎没有什么戒备，连个看门的人都没有。今晚是满月，就算不用火把也看得非常清楚，非常有利于逃跑。再加上我们人数不少，只要不落单的话，也不用担心野兽的问题。我用北极星定位带着大家跑了大概有1个半小时，发现藏民没追上来，大家就决定休息一会儿。就在这时，我忽然听到一声呼救：“爸爸，救我！”我猛地回头，可身后什么都没有。其他人小心翼翼地问我：“周老师，怎么了？是不是藏民追上来了？”我摇了摇头，大概是风声太大听错了。我女儿，她怎么可能？爸，这边。女儿就在不远处，她穿着白色羽绒服，系着红色围巾，正微笑着朝我招手。我再也忍不住了，一边哭一边朝她跑去，结果被3、5个同伴粗暴地摁在地上。松手啊！我女儿就在那呢。你们干嘛？周老师，你疯了！前面是悬崖。我猛地清醒了，前面是一道深不见底的峡谷，风呼呼的，可我的眼泪还是哗啦哗啦往下流，冻成了冰溜子。我忽然有一种感觉，女儿此刻就在黑村寨里等着我，我必须去救她。你们走吧，跟着北斗七星走，到了早上应该就能看见公路了。白雨急了，周老师，你到底怎么了？为什么不跑了？我必须回去，女儿恐怕就在村子里，我必须救她。大家都觉得我肯定是疯了。要是女儿真的在村子里，藏民们为什么不把她跟我们关在一起？但我的猜想并非没有理由，既然工人们都没见过我女儿，那她很大概率就是被第1天遇见的藏民拐走的。那个藏民似乎对她很有兴趣，但是女儿身体柔弱，干不了重活，所以她可能被关在黑村寨的其他地方。众人见劝不动我，只好分头行动。我和老婆返回村寨，其他人继续往公路跑，然后带着民警或者哨所官兵回来救援。说来奇怪，我们明明跑了很久，可往回走了大概10几分钟，就看到村寨了。我是跟着星星跑的，我很确信自己没有迷路。我让老婆在村寨外面接应我，我偷偷混进去寻找女儿的踪迹。在黑村寨的中央，有一栋不同于其他建筑的高大寺庙，黑色玄武岩堆砌的墙壁，中间镶嵌着一些人类的头骨。从大小来看，这些骸骨恐怕都是小孩的。
我从没进入过这栋建筑，但每天去警场干活，总能看到村民绕着这座寺庙跪拜。这里对他们似乎极为神圣。我有一种感觉，女儿恐怕就被关在这座寺庙里。我推开门，轻手轻脚走了进去。寺庙内有一股难闻的沥青味，好像刚铺就的柏油马路。我朝左右看去，发现味道来自于那些供桌上的佛像，而这些佛像也不是什么泥塑，而是一具具干尸。寺庙的正中央坐着一个老喇嘛，头歪着，不知道是在冥想还是在打瞌睡。我找了一圈，并没有发现女儿，有点失望地钻出寺庙。可回到原地，我却发现老婆不见了。就在我四处寻找她的时候，我看到一伙人风尘仆仆地从远方跑来，他们兴奋大喊：“看到人了！看到人了！不是藏民！救命啊！求求你带我们到附近的派出所，我们要报警！”待他们跑近了，7个人跟我大眼瞪小眼：“周老师，你怎么跑到我们前面去了？你找到女儿了？”没错，这7个人正是逃跑的白羽一行。他们跑了一晚上，可竟然又回到了黑村寨里。我忍不住问道：“你们是不是迷路了？你们是跟着北斗七星跑的吗？”“是啊，我们7个人总不至于都看错吧？”我实在想不通到底发生了什么事情。就在这时，老徐头忽然带着藏民出现，把我们包围了起来。他把我们押回牢房里。刚进门，老徐头就从屁股后面摸出一部手机扔给我，上面写着3个字：“小灵通。”我目瞪口呆，这部手机至少有20年历史了。现在知道怎么回事了吧？我们几个被困在村子里将近20年，每次逃跑就会被鬼打墙堵回来。要是真能出去，我早一枪毙了那个臭喇嘛。大家一听老徐头跑了20年都没跑出去，直接就泄气了。一个大妈直接坐在地上开始哭。我还等着回家抱孙子呢。老徐头坚信这座村子用某种法术困住了我们，但我从来不相信怪力乱神。我坚信世间万物都能用科学道理解释。老徐头见我还不死心，嘲讽道：“等你也在这鬼地方关个30-40年，就服气了。你算运气好的，老婆跟你关一块，没准还能生个大胖小子。等等，你老婆呢？”我表示自己也不知道她去哪了。老徐头说他估计正在村子周围绕圈，他一会儿就带人去找。我们被赶到警场上干活。到了中午，忽然来了2个气呼呼的藏民，他们手里拿着很粗的木棒，2人直冲我走过来，把我摁在地上就是一顿打，说：“你把那个贱人藏在什么地方了？”我一脸懵逼。老徐头赶紧拦住2人，又是递烟，又是点头哈腰，好不容易给劝走了。他说藏民在村外找了一圈，结果没发现我老婆的踪影。这个事情还是头一次出现，所以藏民现在很紧张。我大喜过望，那他是不是跑出去了？老徐头嘲讽道：“你别做梦了。要我说，他肯定是掉进流沙里面，被埋得干干净净了。我坚信老婆一定是破解了这个村子的秘密，所以成功逃亡。只要破解这个秘密，我们也能逃出去。”我试图把信息传递给大伙，可他们宁愿相信老徐头，他们坚持认为我老婆肯定是摔死了，或者已经被野兽分食。只有白羽坚定地站在我这边，我们互相安慰，一同寻找逃跑的办法。我把自己那天潜入黑色寺庙的事情告诉白羽，他说寺庙里那些干尸恐怕是极身佛，极身佛恐怕是所有佛教仪式里最恐怖的一种。
那些高僧在活着的时候就要忍饥挨渴，让身体脱去多余的水分和脂肪，最后泡进滚烫的沥青里，把自己做成木乃伊。我听得一阵毛骨悚然，以人类的意志，真能做得到这种事情吗？几天后，我们打的油井开始出油了。这油非常粘稠，粘在手上怎么搓都搓不掉。村民们搬来几口大锅，当场开始熬制石油。刚开始，我还以为他们准备分流出石油中的轻质原油，拿来卖钱，可他们似乎对石油中最值钱的部分根本没兴趣。我这才意识到，村民们要的根本就不是石油，而是石油挥发后残留下来的沥青。老徐头说：“这里没我们的事了。”他带着我们回牢房休息。就在这时，首领忽然出现，他带着一帮手下，手里拿着枪、刀子、弓箭。可村民们瞄准的不是我们，而是老徐头4人。首领示意让他们交出武器，跟我们一起蹲进牢里。老徐头当然不肯，但村民枪多人多，他们没有办法，只好束手就擒。往日的狱卒也沦为了阶下囚，几个伙伴气不过，扑上去疯狂殴打老徐头4人出气，牢房顿时变成摔跤现场。我试图劝架：“行了，别内讧，咱们现在是一根绳上的蚂蚱，必须合作才能逃出去。”逃？你说的好听，怎么逃出去？要不是这4个天杀的，咱们至于沦落至此吗？就是咱们人多，杀了他们。都别吵了，你们难道没发现守卫到现在还没给咱们送饭吗？众人这才反应过来，毕竟劳动了大半天，肚子早就饿得咕咕叫了。可今天根本没人管我们。我问老徐头：“你之前拐来的游客下场都如何了？”“还能咋样？又是给村民干苦力，打井挖油呗，干着干着就不见了。”他挠了挠头。不过每少一个人，那个庙里就会多一具干尸。我顿时吓出一身冷汗。第2天依然没有任何食物送来，绝望的气氛正在蔓延。饥饿非常容易让人失去理智。牢房里又爆发了2次激烈冲突，老徐头的额头被打伤了，打他的人掉了2颗牙。我担心再这样下去，肯定会演变成自相残杀。留给我们逃跑的时间已经不多了。到了第3天，白宇偷偷递给我半块土豆。周老师，你快吃，只有吃了东西，脑子才能转起来。我相信你有办法救我们出去。我有些哽咽，这种情况下，一块土豆的价值恐怕堪比黄金，而白宇居然愿意把它让出来。我接过土豆塞进嘴里，结果被旁边一个饿到受不了的男子发现了。他跑过来揪住白宇的头发，叫把你偷藏的粮食交出来，老子都看到了，你别想蒙混过关。白宇疼得眼泪直流。我试图推开他，但是力气没他大。老徐头不知从哪摸了块石头砸上去。妈的，老子最烦打女人的男人，你有没有点廉耻心？一个土匪还跟我们讲廉耻，要不是你，我们至于这么惨吗？兄弟们，打死他，喝他的血，吃他的肉。这次冲突比前2次激烈得多，要不是大家都饿得头昏眼花，挥不动拳头，估计很快就会打出人命来。我必须让大家看到希望才行。就在这时，我忽然发现村寨里有一栋建筑物的烟囱要比其他建筑高得多，而且烟几乎24小时不间断地冒。我不明白村民为什么要把烟囱建得这么高，如果不是为了获得高温炼铁，根本没必要。又或者他们是为了让烟飘得更远。
我马上就明白为什么老婆能够从黑村寨的魔咒中逃脱了，她没有嗅觉。这是因为她在读研做实验时曾经出过事故，吸入了过量有毒蒸汽，所以家里做饭一直是我负责。我回想起我们第一天到村寨的时候，很多人都出现了呕吐症状。我还以为是看到那件人皮马甲后产生的生理不适感，但假如那是一种中毒后的应激反应呢？有些毒品在初次食用或者过量食用就会引发呕吐，有不少吸毒人员就是死于呕吐物堵塞呼吸道。再加上逃跑那天我出现了幻觉，而幻觉正是毒品造成的主要反应。这个烟囱冒出的烟雾里一定含有某种致幻剂，所以村民故意把它修得很高，就是为了让风把它吹得更广，让我们的身体在不知不觉的情况下上瘾。所以无论我们怎么跑，身体都会不由自主地被烟吸引回来，这才是我们跑不掉的原因。根本就没有什么法术，全都是骗人的东西。停手，都停手！我知道逃跑的办法了。我喊了好几声，大家才冷静下来。只要捂住口鼻，别闻到烟雾，咱们一定能逃出去。众人一听，立即开始着手撕衣服、掏棉花，用尿液浸湿后制作防护用的口罩。老徐头从牙缝里抠出一截铁丝，他是撬锁高手。牢房的铁门对他来说简直小菜一碟。我们静待夜晚降临。到了晚上，首领忽然带着手下来到牢房，他们打开牢门，用枪逼着我们出去。我们只好来到广场上，村民们围着黑庙虔诚跪拜。在诵经声中，沉重的庙门缓缓打开，老喇嘛颤颤巍巍地走了出来。我还是第一次看到老喇嘛的正面，吓了一跳。他看上去简直就像一具正在腐烂的尸体，浑身上下的皮肤没有一处是完好的，白色的蛆虫在他的眼球里啃食产卵。首领从盘子里取出3块刚刚剥下、冒着热气的人皮，呈送到喇嘛面前。然后用骨针把皮肤缝合在他溃烂最严重的部位。我看得目瞪口呆，他这么做就不怕发生排异反应吗？老徐头黑着脸，听说这老妖怪已经活了200年了，不止如此，这老东西的欲望还特别强，村里女孩的初夜都归他享用，也就是说，所有村民几乎都是他的后代。接受了缝合的老喇嘛似乎瞬间年轻了几岁，村民匍匐在他脚边，争着抢着亲吻他的鞋底。随后几口热气腾腾的大锅被端了上来，里面是翻腾滚沸的沥青。我立即意识到，这些村民恐怕已经等不及把我们做成干尸了，今晚就是我们的死期。村民们把我们围了起来，他们手里拿着黑色哈达，眼睛里闪着狂热的光芒。最先被杀害的是一名工人和殴打白羽的男人。村民用黑色哈达勒住他们的脖子，然后把滚烫的沥青从头到脚缓缓浇灌下去，2人当场就被烫死了，连尖叫声都没有。村民们飞快地用黑哈达把他们缠了起来。老徐头不想坐以待毙，他把一名村民拉到怀里当人质，但村民们根本就不在乎人质的死活，他们争先恐后地走上来。就在这时，一声巨响伴随着刺鼻的烟雾淹没了一切，一个人影冲过来，拉着我就往村外跑。快点把鼻子堵住，咱们必须逃出去。我这才发现冲出来的救星居然是妻子，她竟然没有逃跑，而是一直躲在村子里。我发现那栋带烟囱的屋子有问题，就偷偷潜入进去，把迷幻药全部用酸溶解了。
这些村民收集了不少好东西，有硝石、硫磺，我就制作了黑火药。虽然我本来是想做炸弹的，但是我手艺不行，只能做成烟雾弹。他有些懊恼。我飞快地亲了一下他的额头，然后叫上老徐头以及白羽，还有其他几个幸存者，立即趁着混乱往村外跑。可首领早就布置了手下在出口处把守，他们用土枪向我们射击，子弹到处乱飞，我们慌不择路，只能往山上跑。老徐头冲到我们平时干活的井场上，然后从土坑里刨出2把手枪和一些子弹，开始和村民对射。拥有膛线的手枪远比土枪稳定，威力大。老徐头击倒了好几个村民，可奈何对方人数众多，而且一点都不怕死。他们踩着同伴的尸体继续前进。很快，一枚铅弹打穿了老徐头的脖子，他捂着伤口倒在血泊中。在最后的弥留之际，老徐头摸出小灵通塞到我手里，这部手机里存着我家人的电话，要是你能活着出去，帮帮忙。我把手机揣进兜里。就在这时，我看到井场里扔着几根没用完的油管，这种油管可是无缝钢管，承压能力非常出色，是制造炮管的最好材料。我们把油管扛到山口，用岩石固定住，然后把火药、岩石、碎石块通通塞进去，最后点燃引线。一声巨响，飞出的岩石直接轰飞了好几个村民。村民们也没料到我们居然会用重型武器，前进的步伐明显慢了下来。我们抓紧这个机会，赶紧清理炮膛，填药装炮弹。第2发炮击直接炸死了首领，他的上半身连同那件人皮马甲被碎石块打穿了好几个窟窿，他口吐鲜血倒了下去。村民们只好开始后退。现在的问题是，只要村民们守住下山的道路，那我们就只有活活饿死的份。毕竟我们不可能抬着大炮下去发射。看来死在这帮村民手里只是时间问题了。我紧紧抱住老婆，对不起，我没能保护好女儿，也没有保护好你。老婆含泪摇了摇头，让我们一起去那个世界向女儿道歉吧。就在这时，地上的石子忽然开始震颤，远方成群结队的火把正向村子奔袭而来。那是一些骑着白马、手持藏刀的藏民，他们穿着红色和蓝色的袍子，和黑村寨的藏民迥然不同。黑村寨的村民们惊恐万分，他们仓促应战，但面对人数众多的骑兵，根本毫无还手之力。村民们开始往山上跑，但这些高原马匹很善于攀爬峭壁，他们很快截住逃跑的村民，把他们一网打尽。一匹高头大马来到我们面前，马背上的藏民十分威严，看上去像是部族的首领。坐在他怀里的竟然是我们的女儿。他从马背上跳下来，一头扎进我们的怀里，哭了起来。他说是自己那天去外面上厕所的时候，被潜伏在附近的黑藏民掳走，差点没命，但很幸运地被另一个部族的藏民发现，及时把他救了下来。这些藏民不敢靠近黑村寨，他们说这里有邪恶的污秽，会让意志纯洁的藏民堕落。他们还说那4个工人是邪恶的爪牙，专门绑架游客。我就知道我必须救你们。女儿苦苦哀求藏民们帮忙，藏民们不会说汉语，她就一点点地学习他们的语言，最后成功打动首领，联合几个部族一起攻破了黑村寨。假活佛般若失踪了，没人知道他是被马蹄踩死，还是跌下了悬崖，但至少他再也不能剥人皮来为自己延年益寿了。
就算苟延残喘，大概很快就会老死吧。我总算松了一口气。在藏民的护送下，我们在附近的村子修好了车，然后原路回家。我在手机城里修好了那部小灵通。遗憾的是，老徐头唯一的儿子在几年前就出车祸死了。他是他们家最后一个人。白宇和幸存的游客获得了旅游平台的赔偿。白宇已经放弃做旅游主播了，现在他转型成了游戏主播，从户外风变成了家里蹲。我们一家也逐渐从这次的恐怖经历中恢复过来，但我仍然害怕穿那些藏地服饰的人。尽管我知道藏民有好有坏，不能一概而论，但我还是克制不住自己的本能。尤其是最近城里要开佛教大会，无论是公交还是地铁站，总能看到几个穿红袍的沙弥或者喇嘛，我总是远远地躲开。就比如今天晚上，我看到一个戴眼镜的沙弥微笑着向我问路，我直接掉头就走了。另一个小姐姐给他指明了方向，他点点头表示感谢。施主，请问你的生日是8月8日吗？几对呀？你怎么知道？嘻嘻，这是秘密。沙弥转身走了，我看到一只乳白色的蛆虫从他身上掉了下来。感谢大家的观看，欢迎大家在下方评论区讨论。如果你喜欢这类故事，记得点击订阅我的频道，并分享给更多的人。再次感谢大家的观看。